Zion Williams 跟这个 Ja Morant 可以收吗？这个大谷翔平的这个球员卡，然后但他不知道收哪一款。接下来会是这个澳门的蓝先生的提问，他想要玩这种鉴定卡，想要从裸卡变成鉴定卡的时候，那他要有什么给大家的建议？收藏裸卡的人都会是在系列一出来的时候直接买，他的心态应该就比较像是说，我不想要花鉴定卡的钱，或者是他真的看了也觉得不会过，所以这件东西真的是裸卡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博。请你在买裸卡的时候，你自己就要知道有这样子承担的风险。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老婆不要看好，那我要教大家是看卡的一些原则。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它有没有对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KD 最基本的是这两边的这个粗细其实要是一样的，还有上下也是要宽度是一样的，这个就会是比较好的这个鉴定的部分。那你们会说，有时候 Ben Simmons 的这个系列的卡，那又要怎么看？我会说，其实要看的是这两个角、这两个边，还有这个的粗细，这两个的粗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这个 BGS 就会有简单的鉴定这个就是 9.5， 这边跟这边是同宽的。这边跟这边是同宽的，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一些小小的配博，这个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有些的卡其实是没有对称的是没有对称这个选项的。我现在就特别拿出来，梅西在2006年的这个第一次穿 World Cup 的这个。第一次穿国家队的球衣的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刚好这个鉴定就是写的是9.5，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哪里有对称吗？它是一个单边的设计感的东西，所以相对的，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都可以拿到9.5，几乎所有的卡都可以拿到，在对称的部分都可以拿到9.5，包含这张 C 罗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对称的部分，它都直接给9.5，甚至到有时候还可以直接给10。那再来会是表面，你会看到有些卡其实有些会有指甲痕，会有一些折痕、伤痕或者一些刮痕，这些东西都会是表面上面比较容易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就会建议的是用一个比较单一的这个小台灯，然后其他的灯我自己的灯都会全部关掉，只剩下一个小台灯，然后去看它，去这样左右的去看它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的了解说 ，OK， 我的这个表面 O 不 OK？ 好，所以除了表面之外，再来一个就是角落。那我相信大家角落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蛮清楚的，就是角落就是旁边有没有伤嘛，有没有出现白痕或者是被撞到的那个痕迹。只要你出现一点点的白点，通常这张卡大概9到8.5都会有。好，所以再来才是旁边最后一个叫做边 edge， 它的边缘是有没有白边的，因为在印刷的时候，在一直切卡的时候，也许那个刀钝了，或者是怎么样子，它就切了以后，它的白边就会出来，那一整批可能也许都会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去介绍就是两大鉴定公司，一个是 PSA， 一个是 BGS。那他们其实看的那所有的原则就不超脱那4个选项。那相对起来 ，BGS 可能鉴定起来比较简单一点点，但是相对的它的卡价其实是 PSA 10的一半。如果是9.5的话，通常是 PSA 10的一半。PSA 的这个收藏家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相对的在整个收藏的风气跟市场，PSA 比较兴盛，但是风水总是会轮转的，所以这不一定会是持久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 BGS 的部分是真的没错，在鉴定起来的时候，通常你只要有稍微看过，好的应该可以到4成到5成左右，我都是客气说了，当然好到可以有时候可以到7成左右，都可以拿到9.5以上，但相对的BGS 10就比较难拿，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在 BGS 上面，只要你有这4个选项，尤其是它还多看了一个对称，所以刚刚给你们介绍的梅西或者是 C 罗的那个部分，哇，你说哇这个卡我今天不用担心对称的部分，我的9.5就已经拿到了，那我只要剩下的3个拿到2个9.5，我这张卡就可以9.5了。但是相对的 PSA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公司，它是一个上市上柜的公司，他们做事起来就相对的是很严谨的，他们
照着这个 process 讲，他们会有2个 grader， 2个鉴定的人在看这张球卡。第一个人看完以后，第二个人会 review， 所以格外的严格。照着我现在的经验来讲 ，PSA 大概的鉴定最好的命中率大概到3成左右，但是他比较不看对称。对称的当下不是完全不看他只是比较不 care 对称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100年老品牌。因为那时对称其实是后来的这个 BGS， 后来才开一个新的鉴定公司，想要跟这个 PSA 去对打的时候，他发明出来的这个对称。所以 PSA 他说我是比较老牌的，我就是直接走这个，我只要看的是 corner、edge 还有 surface。它比较注重的是这几个对称的部分，你也不能太过，就是说不能太夸张，但是相对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时候会看说，不对称，但是哇，其他的那个品相啊，或者是角落啊、edge 啊，或者是这个 surface 都很好 ，PSA 好，但相对的回到的是我这个角有一点点伤，但是我的这个蛮对称的，或者是它像 C Ronaldo 那种方式，那种刚刚的卡，不需要看对称，那我的9.5，也许我的 corner 只有9，那我其他的可以帮我救到9.5。谁不想要把自己的卡变成金光闪闪的，或者是拿到一个 PSA 10呢？所以这个2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所以你看到的 Ben Simmons 这2个东西就是一个简单的，他直接写的9.5是对称的。相对的 service 就是一个很快速，就是说我说的，如果今天 service 不行，送到这里可能就变成9，但是他这个地方的9，因为靠着他的这个 centering， 它够对称，所以他把它救回来了。所以它就是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金标的部分。但相对的，在这个地方，它所要求的东西就不需要去要求太对称的部分，但是它就会要求的是 corner、edge 还有背面、正面都要去看说，这张真的是很 perfect。所以当然就会有些人就会说，那如果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完美，然后又对称，那怎么办？那欢迎来拼10 ，OK？ 那这个10又会是这个 PSA 10的2倍价钱，所以这个都逻辑就是刚刚其实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经验法则，但那些经验法则刚刚好就成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收藏，大家去有一个清楚对于鉴定还有鉴定公司他们有一些潜规则，让大家去清楚，当你拿到一张裸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辨别说，我要送哪一边。我真的看过非常多人在装卡的时候，或者在想要保护卡的时候就已经上到卡了。先从卡膜开始，卡膜就是在外面这个薄薄的一层的部分。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一个是很贴紧的部分，就是很贴紧的卡膜。那现在会真的不太建议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装，因为它在装的时候，你在装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有机会碰触到那样子的卡，那就会伤到。所以这个伤到的时候，整个那个脚会整个翻过来，哇，那个是真的是灾难，也救不回来，而且翻过来以后长期被压在那里，这个就是定型了。所以我这边不是想要置入，但是这个是全球缺货的，就是新的这个 Ultra Pro 的这个部分，它就比这个东西再大1号，一装进去滑进去的时候，发现你看直接进去了，因为它旁边还有大概0.3的空隙。所以如果今天我刚刚是用刚刚这个装的话，它会完全是紧的。我现在先装进去以后，然后大家看我用这个再大概装一下，它是装得进去的就刚好多那么一点点。所以这2个卡膜就会让大家我要让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是保护卡的第一个原则，在装卡膜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好，但是就有人开始问，喂，我手上就只剩下这样的卡膜的时候怎么办？好，我告诉你有方法。那方法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拿出来的时候，你要先把这个地方，有人剪一半，像是这样子直接对角剪3角形剪，有些人直接这样子剪开也是可以的。那剪开的时候，回到的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在放卡的时候，我就不会因为这个地方伤到，我就很快速的就直接进去了。让大家去了解说，如果你今天手边上就只有这张卡，麻烦
麻烦你要剪个三角形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麻烦不要用脚去直接碰触到这个卡膜，因为卡其实是很脆弱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拿9.5，拜托第一件事情就是选好你的卡膜。好，那后卡就是在130PT 的部分，那就要选130PT 的，麻烦不要硬塞。好，硬塞一样会毁损，毁损完以后你的 PSA 一定拿不到10。好，那选完这个卡膜以后，再来就会是选的是卡壳，我们或者是叫卡夹，这个简单的一个塑胶夹壳，直接放进去。那放进去的时候也是千万要注意的是，卡壳放心，卡壳都比这个卡还要大，但千万注意的是封口。哦，你第一个要放进去是要直接是适合的，它尽量不会拖出来。但是如果你放得太宽，比如说这个大概在35PT 到55PT 到75PT， 这个卡直接会滑出来，滑出来以后掉下去，结束比赛，你这张卡就直接废掉了。哦，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是直接这个可能才130PT 的，然后拿180PT 的来装，还是一样，他整天就在卡壳里面那边晃动，那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部分。当你装完卡壳，就算是它会滑动，那没关系，麻烦用个胶带去封外面的口。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真的有很多，我看过太多意外，就这样，因为外面人可能不知道，监听人可能不知道，一拿出来，整个滑出来，然后就这样放在地上，我们就说完蛋了。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千万在所有的卡迷或者是你要想要投资的人，千万第一件事情要保护好你的卡膜、卡夹。那当然还有人在问的是磁铁壳这件事情，听说会伤到脚。好，那这个东西大家就稍微听一听啊，我自己是还好。当然，磁铁壳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塑胶套，那个套了以后它就不会晃，或者是你直接在那个 One Touch 的那个磁铁壳上面直接再封一个胶带，它就不会晃动了。所以这些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不管是卡膜、卡夹，还有卡壳，还有这个磁铁壳都是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部分。欢迎大家常常回来看老婆不要看的这种心法系列。好，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老婆不要看，我们下次见。